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玩原版的德国海军。在上一集的结尾，我们成功消灭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大部分主力舰。不过英国的船是非常多的就算是这样，它还剩个169艘，我们再去地中海找它一下。我们部队想进地中海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要拿下这个直布罗陀，直接登陆比较烦，我们就直接先把这个西班牙给它打了。因为现在正在与主要国家交战，所以我们正当化是非常快的。有空的话，把周围一圈国家也都收拾了，反正我们这个部队已经无敌了。虽然没有专门的做一些编制但是就这么一个步炮坦的编制也是吊打 AI 的。这集我们先不着急登陆英国，我们待会儿再宣战一下美国把美国的船也全部引到这边来，一起给它歼灭掉。因为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海战，我们的船也基本上有一些损伤所以不着急立刻进行下一场海战，我们可以先修一下。具体怎么修很简单因为我们开了这个自动分离系统，所以我们舰队会自动到港口里面开始修的，我们给它调成高维修级就可以了。然后把我们这个港口维修港口给它多安排一点。之后我们这个船就会自动分散到周围的港口开始维修了。为了不影响我们主力舰的这个建造我们尽量留一些船厂给主力舰就行了。要修的时间最长的应该是我们开局的这些大船也就1个多月。在这个打海战的间隙，我们就把周围一些小国全部收了，这边的都可以直接正当化。一般西班牙刚内战完是没有部队的，我们想打就打很快我们船就全修好了，我们接着再来抓几波，继续开打击舰队，然后其他全部开起来，再次关掉维修。接下来就是等这个英国人的船上钩了，这边上钩的是西班牙人的船。搞了半天英国人的船没抓到，把葡萄牙的船全抓完了。因为这个休达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想登陆的话得绕整个非洲一圈在这边点了右键它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只能登陆一下下面这个卡萨布兰卡了，然后再部队跑过来把这个休达拿下，这样的话我们舰队就可以进入地中海了。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舰队开到地中海来抓一下剩余的法国以及英国的船应该他们都在这儿了。我们这个船光是开进来就撞到敌军的舰队了，没什么好说的，直接秒了。接下来分配一下任务，先在这个西地中海和蒂勒尼安海抓一下舰队吧，依然是巡逻加上潜艇钓鱼。好像地中海里面只有英国人的潜艇他潜艇都要被我吃完了，这个真没什么好抓的。总算在东地中海找到了英国人的舰队，那看来他这个舰队是停在了埃及看一下我们这场战斗的情况吧。正位还可以我们现在的重炮已经达到了1600，打这个英国人舰队应该是打着完了原来有这个意大利舰队的加入怪不得重炮这么高呢，还是让他跑掉不少他这个应该是直接逃回亚历山大港了，这边维修直接拉满了，英国人躲起来修船了，那就没办法了。这一战击沉了1个战列舰，1个战巡，还有3个重巡。这边潜艇好像调到了对面的航母有5艘主力舰呢，我们主力舰队直接赶过去。感觉 AI 是来送人头的，他这个航母一点护卫舰都没有我们瞬间把他前排给秒完了。航母我不知道能不能走掉现在到夜间了，不太容易打得中，但是航母还是全被击沉了。
之前击沉了他的胡德，然后 AI 把这个航母射程舰队荣耀啊，我们再次给他击沉了，直接全部打完，一艘都没跑掉。英国剩下来的4艘航母卓越、皇家方舟、勇敢和鹰都没了，然后还有一个雁战也没了，其他的小船就不看了。到此为止的话，英国还剩90艘船啊，其中战列巡洋舰1艘，战列舰5艘，这些应该都是之前被我打残了，在家里面修的。既然英国人的船都打完了，那我们把美国人喊过来也一起玩一玩啊，直接正当化一下美国。听说新版本改了击沉舰队的加分啊，我们现在击沉舰队拿了1万分，也不是特别多吧。时间差不多了，宣战一下美国啊。这个时间点虽然美国没什么兵，但是他有船啊。一般来说，我们北非不打的话，美国都会运兵到北非的。这样的话，他的船应该也会跟着过来护航一下。我们接着在这2片海域抓一下，总算用潜艇钓到了一支美国舰队啊，有7个重巡，5个战列舰，应该是一个大舰队了。我们主力舰队很快赶了过来啊。他的轻炮200，重炮300，比我们低很多，直接开杀。可以，这一战收获颇丰啊！下面还有美国舰队，先看一下解决了多少啊？3个战列舰，2个重巡，啊，都是一些美国州的名字来命名的。好，这边又给他逮到了，不过都是小船，那就无所谓了，直接全部吃掉。这美国舰队怎么都喜欢送人头啊？都是分成小队过来送的啊，全部给他吃完啊！这边好像是我们的潜艇又钓到大家伙了，6个重巡，4个战列舰，总算钓到主力舰队了。看一下战果如何啊？又是一场屠杀，直接给他4个战列舰、4个重巡全打沉了。依然都是一些美国的州名啊，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像这个科罗拉多啊。这边又与这个英国的舰队遭遇了，看来英国的船应该是修好了，9个重巡，1个战列舰。这样一来的话，英国应该没船了吧？不到50艘了已经。根据我们巡逻舰的报告，美国有1艘航母舰队在这个海域里面飘，我们主力舰队直接出击啊，逮他个正着。他这支舰队由4艘航母以及6个战舰组成啊，直接把他的战列舰和重巡给他瞬秒了。好，这个舰队荣耀也给他秒了，航母跑掉了。不过休想逃啊，我们还是能侦测到他，继续追。他这个航母跑的也没多快。好，又给他追到了。现在航母已经没有平卫舰了，直接吃我们舰炮啊，直接轰死。这一战应该是直接拿下美国一个航母舰队啊，他这个驱逐舰全部沉完了，我们也损失了3个驱逐。这4艘航母啊，约克城、萨拉托加、列克星敦还有游骑兵全部击沉。这样一来的话，美国就只剩下5艘战列舰了，还有下面2艘航空母舰都是约克城级的。不知道他这个航母派哪儿了？他这边海域已经没有任何作战计划了，被我们清空了。我感觉大概率美国把舰队放在家里面了，他已经开这个保护运输船了啊，直接摆烂了。那我们直接去这个英吉利海峡碰一碰吧。英国的船已经被打完了，只剩下几十艘放在地中海了，我也懒得去管它了，我们直接把英国登陆了吧。接下来再去秒一下苏联。
英国拿下之后就是72个师全部填到前线啊。目前我们的中坦库存还是比较多的，有3万辆，我们直接把这个步兵编制里面的炮啊全给它改成中坦就行了。依然是很经典的9步9坦，这局忘了造防空了，我们就不用对空攻击了，都一样的。因为这一局做了苏联3次合作政府，所以我们只要拿下3大城就可以迫使苏联投降了。接下来就是再去会一会日本的海军啊，又到了经典的改名环节，宣告大德意志成立。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完成这个 Z 计划，因为它要4个航母，这个肯定是达不到的。因为日本的宣战导致美国海军全跑到太平洋去了，不过美国现在也就87艘船，我们也没办法抓它了，那就算了，我们去抓日本的船吧。准备的差不多了，直接对日本宣战啊，连带着他的小弟一块宣了。地面上的话直接划线进攻就可以了，然后是我们的海军，依然是先在这个北边的日本海里面侦察一下，打击一下舰队。在这边总算是调到了日本的航母舰队啊，看一下战况啊，让他跑了。哦，还好逮住了。我们现在重炮已经达到2300了。好，日军的战列舰很快沉完了，接着航母也一起沉了，有2艘航母逃掉了，休想逃啊，再给他追上。好，这下整个歼灭。看一下我们这次作战的战果啊，2艘航母千代田、千岁，4个战列舰，其中包含这个舰队荣耀啊，陆奥长门、扶桑山城，然后还有一个妙高重巡。看一下这次主 C 是谁啊？输出最多的依然是这个俾斯麦啊，5个致命一击。目前来看，日本还有100到200艘的船啊，那估计还够我们打一会儿的，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全放在家里面。看样子这边又逮到日本一支舰队啊，他正在朝我们的方向开过来。自己主动过来送的呀，又是一支带航母的舰队。夜晚输出不高，白天倒是击沉了一堆，不过让他航母跑掉了。这次我们击沉了这个金刚和雾岛啊，还有3个重巡，还是不小心把这4艘航母给放跑了，其中有1艘航母应该是挨了一炮，只剩50%的血了。根据我们的侦测可以看到，日本已经把航母开回港口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啊。不过在这边还是能找到一些舰队的踪迹，开到上面去了。根据日本的海军情报啊，日本现在舰队全部放在东南亚这边了，那我们和校长要个军通啊，到这边来抓一下。总算找到了日本的航母啊，它怎么是单走的呀？没有护卫舰了吗？好，抓到了，又是没有护卫舰的航母舰队啊，直接给他全部送走啊。
刚刚应该还有一艘加贺的，可能是之前挨了我们一炮，现在正在修，所以现在这个航母舰队只有3个航母了。那这样的话，日本也只剩不到100艘船了。看一下还有哪些啊？战列舰都已经倒完了吗？只剩下2艘航母撑门面了呀，那就没船了呀。这边应该是最后一次抓到日本的航母了，他一个航母单走啊，又是白给。好，这样一来的话也没什么好抓的了，我们直接去登陆一下日本吧。登陆之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登陆编制啊，专门做了一个用来登陆的海陆坦部队，不过有点小题大做了。看了一眼，美国还剩1点船啊，我们给它打掉吧。和这个多米尼加要一下驻港权。不知道美国大船停哪儿了，只能抓点小船啊。家里面还有一些先前缴获的船，可以放在海边上，把这个制海抢一下。这时候已经没有美国舰队在外面抢制海了，他这个船全部缩在家里面啊。那我们也可以选择直接登陆美国了。如果实在航程不够控满整片海域的制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开局的3艘装甲舰给它挑出来啊。德国这个3艘装甲舰是最离谱的，因为他们的航程可以覆盖整个海洋，他们的航程是8250公里，根本就不存在覆盖不到的地区。所以这个海洋上面啊，随便点啊，全都有制海的。最后登陆也没什么说法啊，我们大胆一点，可以直接抢这个华盛顿啊。这边直接登吧，毕竟都是我们做出来的精锐海陆啊，随便登。部队上岸之前，我们间谍网都已经铺满了，他防不住的啊，再给他破译一下，然后全部强攻，直接强行挤上海岸。防守部队直接给他撞飞啊！接下来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把家里面所有部队拉过来画条线，画线平推就完事了。大概就这样了。这个时间点美国也没什么兵，随便推。